我看到网上有一句很高赞的话是这样说的：婚姻的见证物不是戒指，而是床。的确，成年人的世界里，白天各有各的事，一天之中最为亲近的时光就是睡在同一张床上。一个人怎么爱你，就会怎么睡你。就像美剧《欲望都市》中那句经典的台词说的，我们在床上表现如何，就表示我们的生活过得如何。婚姻好不好，床上见分晓。睡觉是检验婚姻最好的标准。赶快进入今天这期节目，不要害羞，我们用成熟的姿态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话题。今天分享的文章来自10点读书。东经122度，北纬31度。我在中国上海，你在哪里？嗨，子敬，我是江西西，我在吉林吉安，祝大家晚安。我是小颖，我在山城重庆，祝大家晚安。嗨，子敬，我是乐斌，我在贵州遵义，祝大家晚安。3等婚姻，夫妻像邻居。情感咨询师星宇分享过这样一个案例，一位叫小云的读者在后台给他留言，说自己最后悔的事就是和老公提出了分房睡。最开始两个人是因为吵架分的房，正在气头上的小云看丈夫怎么都不顺眼，觉得睡在一起简直是一种煎熬，于是她就把老公赶到了客房。后来气倒是消了，但是小云又开始嫌弃起丈夫的呼噜声太大，以会影响自己休息为由，把丈夫拒之门外。日子久了，两个人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少，一回家就是各进各的房，再没有其他的交集。当小云察觉不对劲，想要让丈夫搬回来的时候，丈夫却直接地向她提出了离婚，说对她已经没有感情了。英国赫德福德郡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，互相依偎而眠的夫妻认为婚姻幸福美满的占比 94%， 而睡觉时距离较远的夫妻对婚姻满意的占比仅为 68%。 身体是最诚实的，肢体亲密的夫妻感情通常会更好，互不打扰，夫妻早晚会变邻居。老话也常说，10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0事才得共枕眠。不要为小事就分房，要携手走过一生的两个人，婚姻路上的坎坷磨难何止于此呢？出现问题的时候，陪伴永远胜过远离对方。多些忍让和体谅，方能把日子过得情长。我们再来说说2等婚姻。2等婚姻，同床不同频。近年来涌现出了一种新型夫妻，他们睡在同一张床上，却没有什么话可以讲，即便开口也是只说事情不谈感情。大多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是背对背各玩各的手机，玩累了手机一放，灯一关，就各睡各的觉。明明近在咫尺，心却早已隔了108000里。明明身处同一个空间里，却不在同一个频道，只是各做各的事情，难以感知到对方的情绪。电视剧《愿有岁月可回首》中，妻子景雅执意要离婚，丈夫白志勇百思不得其解，认为自己并没有做出过出格的事情。再三追问下，妻子才说出原因：我白天有什么苦恼，晚上睡不着，你问过一次吗？我心里疼，身上疼，你了解过吗？我是真的压抑，你的冷漠逼得我不想再要这个家了。寥寥数语，却戳中了无数人的痛处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天各一方，而是我们就在同一张床上，却无话可讲。你不关心我的心情，我也不在意你的情绪，
身体离得很近，心却不知道去向何方。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一等的婚姻吧。一等婚姻，同床异同心。有心理研究表明，临睡前的10分钟是进入一个人内心的黄金时间。好日子都是过出来的，幸福的婚姻是睡出来的。抖音上一位叫汉堡妈妈和爸比的博主分享过这样一段视频。晚上11点45分，她和老公将宝宝哄睡以后，夫妻2人就起床开启了忙碌时光。虽然老公已经哈欠连天，可看妻子起来了，他还是立刻就跟着起了身。2个人一起收拾餐桌，丈夫抢着拿过她手里的围裙，嘴里直说：“你歇着，我来吧。”她见熬不过丈夫，只好转战到了浴室去洗衣服，而丈夫则继续轻车熟路地收拾着厨房。她说，结婚之后，丈夫几乎就包揽了大部分的家务，除了不能帮她生孩子以外，所有的一切都和她一起分担了。2个人料理完后，才又回到床上相拥而眠。很朴实的生活画面，却获得了数百万网友的好评和点赞。最幸福的婚姻大抵就是这样吧，同榻而眠，静的不只是身体，还有彼此的心。就像张小娴笔下的那一句，只是希望有个人在我说没事的时候，知道我不是真的没事，能有个人在我强颜欢笑的时候，知道我不是真的开心。婚姻好不好，睡觉见分晓。这个世界上的婚姻千千万万，家家户户都不一样。有人习惯各睡一边，有人习惯相拥而眠，没有绝对的好与坏，可那些睡觉的时光却决定着婚姻的质量。如果你也想让爱情更好的保鲜，不妨试一试下面的3种方法。第一种，睡前说废话。有研究表明，夫妻在临睡前或一起回忆过去，或者展望一下未来，又或是多聊几句，都能够有助于增进夫妻的感情，促进婚姻的稳定。第二种，时常拥抱对方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发现，人们彼此拥抱会刺激脑部垂体后叶激素的分泌，这种激素能让人缓解压抑，延缓衰老，女人会因此更加美丽，男人也会精气神十足。第三，哪怕不在一起，也别忘了关心。演员谢楠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。有一次，他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情绪有些低落，回到家后，他就给吴京发了一条消息说，准备睡了。没想到老公吴京却立刻打电话过来，说怕他现在有话想说，但是没人听。你看，相隔再远，也别忘了关心对方。睡前说一声晚安，或者是简单的报个平安，就是夫妻之间最深情的浪漫。最后，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万丈红尘之中觅得一良伴，此生同床异同心，白首不分离。好好珍惜那些床上的时光吧，千万不要为了手机或者无关紧要的事情，冷落了那个最值得珍惜的伴侣。